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陈金城，欢迎来到岁月安心站。今天咱们聊一个非常现实、非常要紧，但很多人又不好意思开口问的话题：钱留给下一代的事。咱们辛苦打拼一辈子，省吃俭用攒下点家底，图什么？不就是让孩子们过得好一点吗？城里的楼房，农村的老宅，手里的存款，那都是咱们一辈子的心血。但大家有没有想过，这些想留给孩子的爱，如果传承方法不对，很可能变成留给孩子的债，这可不是吓唬大家。去年我一个老朋友李老哥想把老家祖宅过户给儿子，结果去相关部门一问，七七八八费用加起来要交将近20万。李老哥当时就懵了，我这房子传给亲儿子，怎么比卖给外人还贵？您仔细琢磨，这是多扎心的事儿。咱们满心欢喜想给孩子留个保障，结果因为不懂门道，稀里糊涂就得把一大笔血汗钱交出去。更可怕的是，如果给钱方法不对，数额过大，还可能被盯上，惹来一身麻烦。听到这儿别紧张，也别急着翻存折，传承是好事，关键得用对方法。今天的分享，咱们就把资产传承这件事彻底讲清楚。在进入主题前，如果大家关心自己和家人的财产安全，请先点击下方的订阅按钮并开启通知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未来更多实用的生活智慧了。在这里，我们只揭示那些主流媒体很少会坦诚告诉你的财富真相。如果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请在评论区输入顺顺利利，这是对我们持续创作最温暖的支持。好了，我们进入今天的正题。首先咱们要搞清楚一个概念，很多人一听说税就害怕，其实咱们国家目前确实还没有开征遗产税这个东西。听到这，您可能松一口气，觉得那是不是就没事了？错，大错特错。虽然没有遗产税这个名头，但是在财产转移的过程中，会产生各种各样其他的费用，这些才是真正的隐形杀手。比方说最常见的房子，您想把房子给子女，无非就2种方式，一种是继承，100年之后让孩子办手续拿房，另一种是赠与，活着的时候就把房子过户到孩子名下。很多人想，那我趁早过户给孩子不就完了吗？早给早安心。李老哥一开始也是这么想的，结果一打听，赠与的这套房子，如果孩子以后想卖掉，麻烦就大了。因为税法里有条规定，孩子通过赠与获得的房子，将来要是出售，得按卖房总价减去房子当初购买成本的那个差价，交20%的个人所得税。您想啊，咱们几十年前买的房子才多少钱，现在值多少钱，这中间的差价可能上百万。如果李老哥直接把房子赠与给儿子，儿子将来万一要换房，光这笔税可能就是几十万甚至上百万，购买一辆豪车了。而如果是通过法定继承的方式拿到的房子，虽然办手续的时候麻烦点，要公证，要各种证明，但只要这套房是家庭唯一住房，且满了5年，将来孩子想卖掉，这个20%的个税就有可能免掉。您看看，就这一个选择的不同，差出去的可能就是孩子一辈子的血汗钱。所以咱们得记住，资产传承不是简单的我给你接这么简单，它是一场需要精心规划的财富接力。传得好，孩子拿着接力棒跑得更快；传不好，半道上接力棒掉了，还得弯腰捡，费时费力还费钱。那么咱们手里最常见的几种资产，现金、农地、老房、股票，到底哪个最划算？咱们一个一个掰开了揉碎了讲清楚。先说现金，这是最直接最痛快的，很多老人心疼孩子，动不动就给个3万5万甚至几十万的赚。但您要注意了，这里面有个红线，国家对于大额现金转账是有监管的，不是说不能给，但如果频繁的大额转账或者一次性转账超过规定的额度，银行的系统会自动报警，这属于反洗钱监控的一部分。虽然您这是正常的家庭内部转账，但万一被盯上，让您解释资金来源、资金用途，您是不是也得跑断腿、磨破嘴？更重要的是，如果未来咱们国家真的开征遗产税，您生前转出去的钱，如果在某个时间节点内，比如去世前3年或5年，都会被拉回来算作遗产，一并计税。到时候孩子拿到手的钱，可能就得先扒一层皮。再说农地和农村的老宅，这是很多农村朋友最揪心的。
农村的宅基地和耕地，所有权是村集体的，咱们只有使用权，这东西怎么传？有的地方政策是地随房走，就是说只要房子还在，您的子女哪怕是城市户口，也能继承这套房子，并且继续使用这块宅基地。但如果房子塌了、倒了，不能住了，那这块地村集体就要收回了。所以农村的朋友要记住了，要想把老宅传给后代，关键不是盯着那块地，而是要保住地上那栋房，哪怕不住，也得经常修修补补，别让它倒了。这是传根，传的是念想。然后是股票，这东西波动大，变数多。股票继承最大的问题在于手续复杂，您得先办理继承权公证，证明您是谁，继承人都有谁，然后拿着公证书去证券公司，把股票非交易过户到子女名下。这个过程里，如果股票账户里有资金，可能涉及相关费用；如果股票市值大，将来孩子卖出时，也要考虑个人所得税的问题。而且股票这个东西，如果没有提前安排好，一旦老人突然离世，股票账户可能会被冻结，里面的钱取不出来，非常麻烦。最后咱们重点说说老房子，因为这是绝大多数家庭最大的一笔资产。刚才咱们讲了赠与和继承的差别，其实还有一种办法，就是买卖。对，您没听错，老人把房子卖给子女，很多人一听就炸了，我亲爹妈把房给亲儿子，还走买卖，那不是更得交税吗？您别急，咱们算笔账。如果这套房子是老人名下唯一住房，满了5年，也就是所谓的满5为1，那通过买卖方式过户给子女，契税可能只交1%到3%，个税和增值税都免了。您对比一下，如果走赠与，虽然过户的时候费用可能不高，但把未来的麻烦20%个税埋在了孩子卖房的那一刻，所以没有绝对的划算，只有相对的合适，得看您家孩子以后打不打算卖这套房。说到这里，大家可能有点晕了，这也不行，那也麻烦，到底该怎么办？别急，咱们接下来就讲那个90%有钱人都在用的绝招。这个绝招不仅能帮咱们把财产安全完整的交给孩子，更重要的是，它能做到1分钱的税都不用缴。这个神器是什么呢？就是保险。您别一听保险就摆手，觉得那是骗人的。我今天跟您说的，不是那种乱七八糟的理财险，而是最纯粹的带身故赔付功能的保险，比如终身寿险。它的原理非常简单，咱们做父母的，给自己买一份寿险，受益人明确写成子女的名字，等咱们100年之后，保险公司会把一笔钱直接赔付给您的孩子。这笔钱在法律上叫做保险金。最关键的地方来了，根据保险法的相关规定，只要保单里明确指定了受益人，这笔保险金就不属于遗产。既然不是遗产，那就不涉及遗产税的问题。同时，这笔钱也不属于投资收益，所以也不涉及个人所得税。它就是干干净净、完完整整的一笔钱，直接打到您孩子的银行卡上。您想想，如果您给孩子留一套房，孩子得去办继承公证，得兄弟姐妹签字，得跑房管局、税务局，折腾几个月可能都办不下来。但如果您留的是一份保单，孩子只需要拿着您的死亡证明、身份证和自己的银行卡，去保险公司，快的3-5天，慢的1-2周，钱就到账了。哪个更省心，哪个更划算？而且这个保险还有个好处，就是掌控权。您活着的时候，这份保单的现金价值还在您手里，您可以随时动用，可以用来养老，可以应急。等您走了，钱再给孩子，这样既保证了您晚年的生活质量，又确保了财富的定向传承。那些有钱人为什么喜欢用这个办法？因为他们算明白了这笔账。与其把一堆麻烦和税费留给子女，不如把一份干干净净的保障留给子女。当然，光有保险还不够，咱们还得学会打组合拳。比如有的家庭既有房子又有存款，那就可以用保险垫税的策略。什么意思呢？比如您想留给孩子的房子，将来可能产生100万的税费，那您现在就可以买一份保额100万的保险，受益人写孩子，将来孩子拿到这100万赔款，正好拿去交卖房产生的税，这样一来，房子也保住了，税也交上了，孩子的实际所得没有减少，这就叫智慧传承。除了保险，还有一个更高阶的工具叫家族信托或者保险金信托。
这个可能离普通老百姓有点远，但咱们可以了解了解。简单说，就是您把一笔钱交给信托机构，让他们按照您定的规矩，分期分批的给您的孩子。比如孩子考上大学给一笔，结婚给一笔，生孩子给一笔，创业再给一笔，这样既能防止孩子一下子拿到巨额财富挥霍掉，又能确保孩子这辈子都有保障。这才是真正的护犊子，护他一辈子的周全。讲到这里，咱们也得说说那些绝对不能碰的雷区。第一个雷区就是不要试图通过假离婚、假买卖来规避税费。现在的税务系统和房管系统都是联网的，大数据一比对，您是什么关系，交易是否合理，一目了然。一旦被认定为恶意避税，不仅要补缴，还得罚款，严重的甚至要承担法律责任。咱们要的是合法节税，不是违法避税。第二个雷区，不要忽视法定继承人的顺序。很多人觉得我是独生子女，我爸妈的东西肯定全归我。错了，如果没有遗嘱，按照民法典的规定，配偶、父母、子女都是第一顺序继承人。如果老人去世了，爷爷奶奶还在世，那爷爷奶奶也有份。如果爷爷奶奶之后也去世了，那他们的那份就会转给他们的其他子女，也就是您的叔叔姑姑。到时候，一套房子可能有7、8个继承人，您想一个人办过户，门儿都没有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独生子女在继承父母房产时，需要叔叔姑姑签字的原因。所以，提前立一份合法有效的遗嘱非常重要。第三个雷区，大额现金直接给孩子。刚才咱们说了，一方面是反洗钱监控，另一方面是未来的遗产税风险，而且现金给了孩子，那就是孩子的夫妻共同财产了。万一孩子将来婚姻有变，这笔钱可能就得被分走一半。您辛辛苦苦攒了一辈子，甘心吗？所以，给现金不如给保单，因为保单明确指定了受益人，属于孩子的个人财产，不参与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。好，咱们说了这么多，大家最关心的肯定是，那我现在到底应该怎么办？我家里那点东西，到底该怎么安排才能又安全又省钱？别急，我这就把传承的黄金法则告诉大家，学会了以后，大家就能心里有底，遇事不慌。第一，盘点家底，分清类别，拿出一张纸，把您家里的资产分类，房产哪几套，谁名下，买了多久，存款哪家银行，多少钱，股票基金哪个账户，市值多少，农村的宅基地和耕地有没有房，房现状如何，还有车子、收藏品等等。只有分清楚了，才能对症下药。第二，根据类别选择工具。对于房产，要判断满5为1的情况。如果房子满了5年，而且是家庭唯一住房，走买卖过户可能更划算。如果房子不打算卖，只想传下去，那生前赠与或者遗嘱继承都行，但要考虑好未来的税费。对于存款，建议用保险或者信托的方式转化一下，把现金变成免税资产。对于股票，要么提前过户，但要注意手续费，要么也考虑用保险的方式对冲一下未来的税务风险。对于农村老宅，记住那句话，保住房，才能保住地。第三，写一份清清楚楚的遗嘱。很多人觉得写遗嘱不吉利，这是老观念。现代社会，遗嘱是对家人负责的表现。遗嘱里要写清楚，谁继承什么，份额多少，最好去公证处做个公证遗嘱，或者找2个没有利害关系的人签字见证。遗嘱在手，争产的时候就有底气。第四，指定受益人，而不是法定。不管是保险还是银行存款，能指定受益人的，一定要指定，千万不能写法定受益人。写了法定，这笔钱就进了遗产池，就得走继承程序，就得交费，就得让亲戚们签字。您辛苦一辈子，不就是想让自己的孩子拿得痛快吗？那就一定要指名道姓。第五，定期检视，及时调整。家里添了孙子孙女了，或者某个子女生活条件变好了，或者某个资产卖掉了，您都得回头看看您当初的安排要不要改。尤其是保险的受益人，如果有新的家庭成员，记得加上去。说了这么多，其实最核心的一点就是传承要趁早规划，千万别等到躺在床上动不了了才想起来，那时候很多工具都用不了了。最后，我要给3类朋友特别提个醒，
如果您属于下面这3类人，财产传承这件事，您必须马上重视起来。第一类，家里资产比较复杂，有房有地有股票的，这样的家庭，如果不提前规划，将来孩子们为了争产打官司的可能性极大。您不想看到自己走后，孩子们反目成仇吧？第二类，子女婚姻状况不稳定，或者子女还比较年轻，不太成熟的，通过信托或者保险，可以做到细水长流，防止孩子一下子把钱败光，或者被别有用心的人骗走。第三类，家里有特殊孩子的，比如残疾子女，您走了，谁照顾他？用信托的方式，可以确保您留下的钱专款专用，用于照顾这个孩子一辈子。朋友们，今天聊了不少，最后帮大家用几句话总结一下，记在心里照着做准没错。第一，传承是天使还是魔鬼，关键看方法，选对了，1分钱税不缴，顺顺当当；选错了，几十万白白送出去，孩子还得跑断腿。第二，各类资产怎么传，现金转账要小心，超过红线会被盯。老房子过户看情况，满5为1最划算，农地关键在保房，房债跟旧债，股票基金手续繁，提前规划免麻烦。第三，最省事的办法是保险，指定受益人，钱直接到账，1分税不交，谁也抢不走，搭配信托用，还能防挥霍，保孩子一辈子。第四，3样东西您现在就得写清楚，一份合法有效的遗嘱，把谁拿什么都写明白，所有能指定受益人的账户，全都指定好，一份资产清单，放在信得过的人那里，省得将来有钱没人知道。最后啰嗦一句，别图便宜省事，花点小钱找专业的人帮您把遗嘱、保单、信托弄明白，自己在网上下载模板瞎写，漏洞百出等于白忙活。今天学会了正确传承，就是往每个家庭的幸福银行里存下一笔宝贵财富，希望大家成为家庭财富的第一责任人，留得明白，传得安心。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帮助大家拨开迷雾，真正弄懂传承这件事，让咱们一辈子的心血能安安稳稳，一分不少的交到孩子们手上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。如果您觉得今天的内容对您和您的家人有实实在在的帮助，别忘了给我们点个赞，并且把它分享给您关心的人。也欢迎大家订阅岁月安心站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每一次财富和健康的分享。咱们下个视频见。